如果你每次接到父母的电话都心惊胆战，或者挂断后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，甚至好几天都缓不过来，这时候你得清醒一点，不管他们在电话里说了多少都是为你好，本质上根本不是为你好，而是在吸干你的能量。还有一种父母特别爱打电话跟孩子倒苦水，比如自己身体垮了，邻里闹了矛盾，或者家里某个人对自己不好，总之全世界都欠他们的。说白了，他们就是在把一堆负能量甩给你。如果你的能量满满，或许还能应付一下，但如果本身就虚得像根粘黄瓜，那你必须把他们扔过来的垃圾情绪狠狠甩回去。如果你本来就弱不禁风，还老接父母的负能量大礼包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被炸得萎靡不振，活得像具行尸走肉。我观察过，那些在那个年代长大的父母，建起的家庭大多不正常，甚至病态的吓人。比如，家里情绪最炸裂的，往往不是孩子，而是父母中的一个，孩子甚至得反过来哄他们。这种精神暴力已经赤裸裸地压在孩子身上。如果你也摊上这种父母，经济独立后，赶紧离他们远远的。你得清楚，他们已经吸了你20多年的精气神，现在是你反击的时候了。还有些父母是自恋狂，特别爱打听你的倒霉事，比如工作没找着，考试挂了，恋爱黄了，什么失败他们都想知道。表面上装的关心你，实际上就是在踩你一脚，好满足他们那扭曲的自恋瘾。越是底层，这种恶心的现象就越普遍。我有个朋友小优，农村出身，现在从心理学角度回看，他老家精神正常的父母真是凤毛麟角。那些父母大多是文盲，心理扭曲的不成样子，自己也是被精神虐待长大的。可悲的是，他们成长在那个毫无反思的流氓年代，完全不懂反省，只会把那股邪恶的能量继续往下传。我从不信什么孝道那一套，对那一代人，我直接把他们当成流氓加神经病加控制狂加自恋狂。我根本不把他们当正常人看，也严禁他们给我打电话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心软1秒，他们就会立刻把一堆粪便扣我头上，让我恶心好几天。以前我提过，每次去日本都特别触动，尤其是他们的人文环境。但你知道最让我震撼的点是什么吗？不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而是他们的中老年人。我震惊地发现，他们身上没有一丝流氓气质或者泼妇架势。毕竟，在某些地方，精神正常的中老年人简直是稀有物种。电话里的为你好可能是毒药。很多父母一开口就是我是为你好，但这话听多了，你会发现里面藏的不是爱，而是控制和掠夺。他们可能在电话里喋喋不休，批评你的工作，嫌弃你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干涉你的感情，句句都打着关心的旗号。但每次聊完，你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像被吸干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无是处？这就是他们在用为你好的幌子，悄悄榨取你的精神能量。小优就吃过这种亏，他刚大学毕业，找工作不顺利，每次跟父母打电话，他们就开启教育模式。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，隔壁谁都年薪100万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一辈子没戏唱。每次通话结束，小优都像被抽了魂，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，差点抑郁。后来他狠下心，半年没接父母电话，专心找工作，终于拿了个不错的 offer。 他才明白，父母那些所谓为你好，其实是把他们的焦虑和控制欲强加在他身上。真正的爱是让人充满力量，而不是让人觉得自己一文不值。如果你的父母每次电话都让你喘不过气，那就得警惕了，他们可能不是在帮你，而是在吸你的血。负能量倾倒的垃圾桶模式。还有一种父母，特别擅长把你当情绪垃圾桶。他们一打电话，不是抱怨身体不行了，就是吐槽邻居欺负人，或者控诉家里谁不孝顺。总之，他们永远是受害者。这些话听起来像在诉苦，实际上是在把一堆负能量砸向你。小优的母亲就是典型，她每次打电话，开口就是我最近头痛的要命，
估计活不了多久了，你爸整天不回家，家里全靠我撑着。小优一开始还耐心安慰，后来发现每次聊完，他自己心情低落好几天，工作都提不起劲。他终于反应过来，母亲并不是真的需要帮助，而是在用这些抱怨把他拖进情绪泥潭。这种父母根本不在乎你的状态，他们只想找个出口，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你。如果你本身就能量不足，还硬着头皮接这些负能量，迟早会被压垮。小优后来学聪明了，每次母亲开始诉苦，他就礼貌打断：妈，我这边忙，晚点再聊，然后赶紧挂电话。他还定了个规矩，一周最多接一次电话，时间不超过10分钟。慢慢的，母亲的抱怨少了，他自己的状态也好了。记住，你的能量是有限的，别让父母的负能量把你拖进深渊。3. 自恋型父母的踩低捧高游戏。还有一类父母堪称自恋界的翘楚，他们特别爱打听你的失败经历。工作没着落，他们追问细节，假装关心，实则暗爽。考试没过，他们一脸同情，背地里却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恋爱分手，他们表面安慰，内心窃喜，因为你的失败正好衬托他们的优越。这种父母骨子里是以贬低你来满足自己的自恋瘾。小优的父亲就是这种人，每次小优回家，他爸必问最近工作怎么样，涨工资没。一旦听到小优遇到挫折，立刻开始教育：我早就说过你不行，你看你堂哥买车买房了，你呢？小优每次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心里憋屈得要命。后来他才明白，父亲并不是关心他，而是透过踩低他来证明自己英明神武。这种自恋型父母最喜欢在你脆弱的时候落井下石，因为你的失败是他们自尊的养料。对付这种父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资讯封锁，别让他们知道你的低谷。小优现在学会了对父亲的问题一律报喜不报忧，工作挺好，最近还加薪了，父亲没了踩他的机会，慢慢也就没话说了。4. 远离能量吸血鬼的自我救赎。如果你发现父母的电话让你疲惫不堪，那就得果断采取行动，保护自己的能量。首先，设定边界，比如限制通话次数和时间，明确告诉他们我最近忙，只能周末聊10分钟。其次，学会拒绝负能量，当他们开始诉苦或批评时，礼貌打断：这是我帮不上忙，您自己处理吧。最重要的是，经济独立后，尽量拉开物理距离，搬远一点，减少接触频率。小优就是这么做的，他搬到另一个城市，电话也设了来电拦截，只在固定时间回拨。一开始父母不适应，各种抱怨，但他坚持下来，慢慢的，他们也习惯了他的新节奏。更关键的是，小优开始重建自己的能量，他报了个心理咨商课程，学会了如何处理情绪，工作和生活都上了正轨。现在他在接到父母的电话，已经能冷静应对，不会被轻易拖进情绪黑洞。说到底，父母也是人，他们可能带着那个年代的创伤和扭曲，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你身上。但你不是他们的情绪垃圾桶，更不是他们的能量补给站。别让所谓的孝道绑架你，保护自己的能量才是真正的自救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灯塔，我们下期见。